继续推进建立哈尔科夫缓冲区，进攻已经陷入停滞的俄罗斯该怎么应对乌军即将开始的反攻行动？乌军乌龟坦克被完整缴获，乌军在坦克上不仅插上了乌克兰国旗，还涂上了蓝色时标色。下一步 T-34上战场。北约国防预算显著增加，斯托尔滕贝格表示，一半以上成员国已经达成2014年设定的预算目标，同时还将加强核力量。精彩资讯即将开始。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军事专家、退役中将安德烈·马罗奇科表示，乌军正在秘密培训打击小组，计划在哈尔科夫局部地区展开反攻。这项培训由北约军官与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负责。从当前战场局势来看，俄军在哈尔科夫的攻势开始陷入停滞状态，而乌军也逐渐扭转了战场态势，并依靠从其他战线抽调而来的援军展开反攻行动。5月10日，面对俄军对俄本土层出不穷的袭击手段，俄罗斯应付得手忙脚乱。在这种情况下，俄军率先开启战事，在哈尔科夫地区成立北方集团军，试图将哈尔科夫变成俄乌之间的缓冲区域。在这场攻防战中，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早期阶段，俄军突然袭击，在哈尔科夫组建北方集团军，并集结大量机械化部队，同时还让炮兵与空降兵严阵以待。但其实，在俄军准备发动攻势之间，乌军就已经知晓了俄军进攻计划。北约经过探查发现，得知了俄军部队的突然集结，北约认为俄军准备展开哈尔科夫攻势。在得知这项情报之后，乌克兰也迅速进入备战状态，并密切监视俄军装甲集群的动向。但让乌军没想到的是，装甲集群集结只是假象，是俄军用来迷惑乌克兰与北约的，实则是通过轻装上阵的策略，在远程炮兵与无人机的掩护，利用轻步兵实施快速突进。反观乌克兰方面，由于守军薄弱，再加上前期误判，最终导致乌军在哈尔科夫地区接连败退，只能不断向后撤退，使得俄军在短短几天内便拿下了第一道防线。其中俄罗斯西路军率先占领8个定居点，东路军也占领了5个定居点，并攻入沃尔查斯克城北城区。在战事第一阶段，俄军确实取得了显著效果，一举向前推进了10公里。外界一度认为俄乌战争即将结束，然而到了5月中旬，也就是中期阶段，战场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此时的俄军已经无法继续向前推进，最主要的原因是俄军在哈尔科夫方向的兵力不足，前线部队陷入孤军深入的困境，没有增援部队的支援，更没有后勤补给。如果俄军想要占领更多区域，就必须调动更多的部队，但考虑到其他战线，俄军已经难以抽调足够的兵力。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俄军可以凭借火力优势继续缓慢推进，但已经反应过来的乌军从赫尔松、顿巴斯以及扎波罗热调遣的援军陆续抵达战场，自此俄军攻势彻底陷入停滞。随后乌军便在利布齐与沃尔查斯克方向集结大量兵力，重新构建防线。虽然乌克兰守军在武器装备上不如俄军精良，但拥有着数量方面的优势。另外，俄军作为进攻方，需要出动远超乌克兰守军数倍的兵力，才能在战场上取得战果，而乌军却可以凭借防御攻势以逸待劳。此消彼长之下，俄军逐渐陷入困境，战线也开始进入僵持阶段。直到进入6月份，哈尔科夫战事即将进入第3阶段，乌军开始进行反攻的准备工作。不过，截至目前，乌军还未在哈尔科夫方向发动大规模攻势。而且，北约对此有些担心，因为经过探查后发现，俄军虽然在哈尔科夫战场的攻势进入停滞状态，但俄军也在借助乌军筹备反攻的时间点，加紧修建防御工事，为接下来可能的持久战做准备。而这与此前巴赫穆特战场有点类似。与此同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虽然哈尔科夫战事停滞，但俄罗斯并没有放弃在此地建立缓冲区。在接下来的时间，俄军可能还将重整旗鼓，继续在哈尔科夫展开进攻，直到乌军无法威胁到俄本土。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北方集团军在5月进攻哈尔科夫的时候，其实仅动用了集团军一半的兵力，另一半则是进行休整。由于哈尔科夫紧邻俄本土地区，使得俄军对这条战线的控制极为精准，可以通过陆上交通源源不断地向前线运送兵力与武器装备。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不能出现一丝懈怠，以防为俄军再次猛攻哈尔科夫创造机会。可以确定的是，哈尔科夫的攻防战还将持续。如果俄军能取得哈尔科夫的控制权，将使其在乌东地区的主导地位更加稳固。如果乌军能在哈尔科夫挫败俄军战略，势必将大幅挫伤前线俄军的士气，使其难以达成既定的战略目标。你们觉得在攻守易行的情况下，俄乌会怎么应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战场上的其他消息。
乌克兰国防部发布消息称，乌军第22机械化旅在前线缴获了一辆完整的乌龟坦克，这是俄军为了防备乌军无人机所改造的一种坦克，炮塔与车体都采用了金属防护措施。关于缴获的相关内容已经出现在网络上了。通过图片来看，这应该是一辆由 T72 主战坦克改装而来的乌龟坦克。乌军在完整缴获该坦克之后，不仅插上了乌克兰国旗，同时还涂上了蓝色的识别色，以防遭到友军误击。从今年开始，越来越多的证据表示，俄军正将大量前线装甲车辆改装成乌龟坦克，来应对乌军日益成熟的无人机战术。虽然这会严重影响到坦克的机动性以及战场态势感知能力，但相较于其他未经过同类改装的俄军坦克，大大的龟壳可以显著增强坦克的防护能力。但即便如此，依旧可以在战场上发现被摧毁的乌龟坦克，因为这类坦克难以对抗地雷、反坦克导弹以及末敏弹的攻击，有时候面对大量的自杀式无人机同样难以招架，毕竟双拳难敌四手。而且俄军装甲集群与乌龟坦克一起行动的时候，乌军也会着重照顾乌龟坦克，而那些没有经过改装的装甲车辆却可以凭借机动能力迅速逃离战场，当然前提是没有被乌军无人机追上。乌克兰同样也对坦克进行改装，包括 M1 和豹2坦克，但乌军对其进行改进并不会大幅影响坦克自身的机动性。最重要的是，乌军没有以失去战场态势感知能力的代价为坦克增加大量装甲。毕竟从战场情况来看，北约制式坦克还是要比俄军坦克防御力更强一些的。另外，经过这段时间的观察，还能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俄军送上战场的 T62 坦克正在不断增加，所以火力军可以认为俄罗斯的坦克储备正在迅速减少，而那些 T72 之类的主力坦克变得不足，只能向前线输送 T62。此前，俄军将 T55 坦克送上前线的时候，外界就有人调侃，称其迟早会将 T34 送上战场。火力军虽然也是调侃的一员，但也只是当个玩笑而已。然而，这个玩笑正在成为现实。俄军在坦克数量方面的问题愈发严重，所以火力军觉得俄罗斯真有可能将那几十辆主要用于阅兵、拍电影的 T34 送上战场。当然，装甲车短缺的问题，乌军同样存在。但根据近段资讯来看，北约国家正在为乌克兰输送更多的装甲车辆。其中莱茵金属在乌克兰建造的工厂可能会在今年开始生产各类装甲车辆。接下来是关于北约方面的最新消息。根据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的说法，截至今年，北约当前成员国中已经有20个以上的成员国实现国防预算达到或超过 GDP 的 2%。6月17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与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会晤时表示，在2014年的北约峰会上，设定成员国将国防开支提升到 GDP 的 20%， 只有美国、希腊以及英国达到这一目标。在5年前，国防预算开支达到或超过 GDP 2%的国家只有不到10个，但到了今年，已经有23个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达到或超过 GDP 的 2%。事实上，美国一直推动北约大幅增强军费开支，就是为了防备俄罗斯，为了应对可能的冲突。北约已经让30余万兵力随时待命。同时，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还表示，在北约内部，各国正在讨论通过提升核力量的透明度来对俄罗斯施加威慑手段，但北约不会透露具体有多少核武器处于战备状态。同时，斯托尔滕贝格宣布，乌克兰所装备的 F-35A 战斗机通过美国的授权与技术改造，可以随时进行战术核武器的改装。也就是说，在北约的军事组织中，利用核共享机制，将有更多的北约国家拥有装备战术核武器的能力。自俄乌冲突爆发之后，美国就在提高欧洲核力量，并加速向欧洲多座基地部署升级版 B61 12核弹头。目前已在意大利、德国、土耳其、比利时以及荷兰的6个空军基地部署了上百枚核弹头。对此，俄罗斯也进行了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斯托尔滕贝格的言论是对紧张局势的又一次升级。俄罗斯只会在特殊情况下使用核武器，但目前显然并不是使用核武器的情况。显然，在双方的博弈中，核武器是一个关键存在，但火力军还是觉得双方目前也仅限于口头上的威慑，并不会真的动刀动枪，因为核大战的后果双方都承担不起。根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国防部长鲍里斯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已经为乌克兰提供了3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占据德国库存的1/4。考虑到自身情况，德国已经无法为乌克兰提供更多的防空系统，接下来只能由其他盟友提供支持了。
与此同时，鲍里斯还表示，北约还将召开会议，讨论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问题，包括在防空方面的支持，同时还包括北约队伍培训以及长期财政支持等内容。根据媒体报道，土耳其国防部消息人士表示，在经过数月谈判之后，土耳其已经与美国签署采购 F-16战机的相关合同，价值230亿美元。目前，双方代表团正在就细节问题进行谈判。根据协议，土耳其将获得40架全新的 F-16战机，并对空军现有机队中的79架 F-16战机进行现代化升级。对此，美国国务院表示，土耳其采购 F-16战机标志着双方在某些问题上的和解，土耳其也将获得最先进的 F-16战机型号。6月14日，普京对外表示，当乌克兰将作战部队从顿巴斯、扎波罗热以及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之后，俄罗斯将第一时间停火，并与乌克兰展开谈判。面对普京发出的和谈要求，泽连斯基第一时间进行回应，表示普京提出的停火协议不可信，并表示普京所说的话与过去发出的所有最后通牒没有任何区别。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也在同一日回应，拒绝普京提出的和谈要求。根据西班牙媒体报道，就在刚刚，北约向德国 ARX 机器人公司交付了900万欧元，用于开发制造一系列无人驾驶装甲地面载具。报道表示 ，ARX 公司将加工开发的新型无人地面平台，并不会配备武器，其设计目的主要是为了支持北约地面军事部队的运输、医疗后送或无人机部署等智能。所有无人平台都通过履带移动，并配备不同的技术，例如雷达或地雷跟踪设备等。目前 ARX 公司所开发的无人平台都采用了模块化设计，使用标准组件建造，因此北约希望既可以履行进攻智能，又可以履行防御智能，并且还容易怪装。迄今为止 ，ARX 公司已经开发了12款无人平台，并在乌克兰、德国、奥地利、瑞士以及匈牙利的部队中进行了测试。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称，目前已经与49家公司签署价值9.82亿美元的合同，开发海上无人系统。在该声明中显示，这49家公司将为美军海上无人机系统和子系统提供必要的支持，包括作战装备、传感器、任务支持系统、自主无人机控制系统、控制平台以及后勤等方面的服务。该工作预计将在2025年2月完成，并有可能延期至2030年2月。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普京表示，目前已经有70万俄军部署在乌克兰战场。与此同时，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也对外表示，北约各国正在增强自身军事实力，目前已经有50万兵力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这远远超过在马德里峰会上达成的共识。这50万兵力可以在几天内部署到任何需要的方向。与此同时，斯托尔滕贝格还表示，北约成员国计划在未来5年内，通过部署防空系统与新一代战斗机，来加强北约集体防御能力。根据媒体报道 ，BAE 公司计划为美国海军 P-8海上巡逻机开发电子战吊舱，双方签署了一份价值9500万美元的合约，用于电子战吊舱的初步研发资讯。根据要求，这款新型吊舱将提升 P-8巡逻机的生存能力，同时扩大隐身飞机在电子对抗环境中的作战范围，并提供早期威胁探测与电子对抗设施。根据媒体报道，在此次 G7 峰会上，G7 国家领导人达成一项协议，将利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进行抵押，为乌克兰提供500亿美元的贷款。自俄乌战争爆发之后，G7与欧盟已经冻结了大约3000亿美元的俄罗斯海外资产。
其中大部分的资金都在欧洲，目前存放在比利时的欧洲清算银行。根据报道，此次 G7 批准的500亿美元援助中，大部分资金将以美国贷款的形式提供，贷款将以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产生的收益来进行偿付。援乌资金预计将在年底前部署到位。根据综合报道，近日，美国高层官员透露，俄罗斯将于今年夏天在加勒比海进行军事演习，预计俄罗斯的军舰将停靠古巴、委内瑞拉等地。美国认为俄军这次演习规模不大，不会对美方造成直接威胁，但表示会持续侦察监视。自从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美俄紧张局势升温。由于美国频繁向乌克兰进行支援，引起了俄罗斯的不满，开始扩大海事活动。高层官员表示，俄罗斯这一举动表明，俄军仍有全球投放的能力。对于俄罗斯在美周边演习，美方早有预料。根据相关推测，俄罗斯的这种全球海事演习将会在今年秋天的时候达到最高峰。俄国自2013年以来，几乎每年都会派船进入西半球。拜登政府表示不会对俄方部署感到震惊，美方预计俄国将有更多的海军活动，但这些活动将会增加俄军的海事成本。根据波兰国防杂志公布，6月5日，波兰向乌克兰交付了一枚 S-200 空对地导弹。据了解，这是波兰作为华沙条约组织的一部分，在冷战时期从苏联获得。S-200 空对地导弹是由苏联第一中央设计局设计，每枚导弹由4枚捆绑式固体助推火箭。发射升空后，助推火箭脱离，双冲程固体火箭主发动机点火。不同型号的最大射程在200到400千米不等，早期型号有效射高为300米到20千米，后期型号最大射高达40千米，弹头为215千克高爆炸药，使用近炸引信或指令引爆，也可以使用25千吨当量核弹头指令引爆。导弹2800千克，最大飞行速度8马赫。导弹中程采用无线电指令校正飞行，末段主动雷达寻找追踪待攻击目标，这也是苏联第一次在导弹上采用主动雷达技术，这使得它比 SA-4 更为精确，打击敌高空轰炸机时单发摧毁概率 0.85。S-200 主要用途是在敌战略轰炸机没有进入目标范围前就予以拦截。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射程从一开始的200公里，后来扩大到400公里，射高从2万米提高到4万米。为此，它采用当时苏联所能采用的先进技术，比如发动机采用液体火箭和固体火箭组合，制导方式中的末段主动雷达制导，也是当时最好的。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资讯的全部内容了。你们觉得乌军即将展开的哈尔科夫攻势能否取得成功？在这场俄军与乌军对战，俄罗斯与北约博弈中，谁能笑到最后？欢迎在评论区讨论一下。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